大家频道如因纳吉，爱可以冲刷仇恨，但是仇恨却让人变得更加仇恨。无法释怀的情绪，甚至可以在心里埋藏一生之久。仇恨的种子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到破土而出的时候，就注定会有悲剧上演。那今天这个故事就是法理和道德之间的对撞。2018年2月15日，中国农历大年30。陕西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王坪村，在外忙碌一年的人们都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置办年货，准备过一个热闹喜庆的春节。按照当地习俗，每年的大年30都是上坟祭祖的日子，于是每家每户都陆续走出家门，去墓前祭拜先人。村里偶尔有零星的爆竹声响起，而即将发生的事情彻底搅乱了春节时分一片祥和的氛围。那中午12点过后，村里的一户王姓兄弟几人在祭拜完后准备返回，突然窜出一名男子，这头戴帽子和口罩，就直接挥刀刺向王家人，而且动作非常迅捷。39岁的王正军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刺死，趴在村里的路上。47岁的王孝军被对方追刺，跌进了路边的旱沟里。那凶手对死者都进行了补刀，那杀意很明显。事发太过突然，那前后几分钟的时间，遇害的两兄弟甚至还没来得及呼叫，那周边甚至有很多村民都目睹了这个过程，所有人都傻了。凶手马上离开，径直来到了死者家里，两人的父亲王自新独自坐在家门前。碰面之后，凶手手起刀落，71岁的王自新也死在了家中。很快，凶手就拿出汽油瓶，找到了死者王孝军的轿车，把汽油浇在汽车尾灯处点燃，伴随着窜起来的火苗，凶手也马上离开，边走边大吼：“22年前的仇终于报了。”那虽然事发很突然，凶手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但是很多目睹一切的村民一眼就认出来他的身份，就是同村的村民张扣扣。他拿的那把单刃刀有30公分长，非常锋利，走的时候也一直别在腰上，所有人都感觉这人就已经是疯了，所以也没人敢上前去阻拦。看着他逃离现场，这原本沉寂在热闹节日氛围的王坪村突然发生凶案，而且是光天化日，村民们是心有余悸，一时间人心惶惶。警方赶到以后呢，张扣扣早已经是不见踪影啊，就在案发现场拉起警戒线进行调查。那王家死亡的3人分别是父亲王自新、大儿子王孝军、3儿子王正军。那很明显就是奔着一家人来的。还有一个2儿子王富军，因为离异后啊，刚处了一个女朋友，所以这天去女朋友家帮忙没回家，逃过一劫。很多人都劝他先不要回村啊，怕他也遭遇不测。因为张扣扣曾扬言要找到王富军一起收拾。那事后为了防止王富军和王家其他人呢遭遇危险，警方就把他们安置到了一处安全地点，同时对张扣扣展开了全力搜捕。2月17日早上，也就是案发后的第3天，张扣扣投案自首，很快他就被带到王坪村指认案发现场。那天空下着小雨，张扣扣戴着手铐与脚镣，面无表情和围观村民们打招呼，嘴里说着没事儿没事儿，就和平时打招呼一样。现场指认完毕，就被警车带走了。凶手和死者的家在村路同一侧，相距不过10几米。从张扣扣家2楼的窗户看出去，王家的整个院子尽收眼底。熟悉的村民们也都议论纷纷，大致也都猜到了张扣扣这么做的原因。审讯的过程啊，他也是给出了作案动机，和离开现场的时候说的一样，4个大字：为母报仇。这也是现在被人们所讨论的事情啊，到底是忠孝还是滥杀？这就要追溯到1996年，一起同时扯碎2个家庭的悲剧，就是张扣扣的母亲汪秀萍之死。张扣扣的母亲汪秀萍在村子里的口碑2极分化，这因为很热心肠啊，所以村里有个红白喜事都去帮忙，干活利索，手脚麻利，这方面呢就没什么毛病。但是因为性格很直，也心直口快啊，所以心里啊从不藏事儿，有不顺心的也不憋着，直接就招呼，属于是脾气不好，点火就着，劈头盖脸，吵架输出的类型啊。长久以来呢，给村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爱骂人和吵架。那吵架之后也会撒泼耍赖啊，到人家去闹，很难搞。那同村的人啊，很多都领教过他这种泼辣的性子，也正是因为这个性格吧，给之后的不幸埋下了隐患。
那张家与王家之间的关系曾一度走得很近，这两家的孩子互称对方的父亲干爹，这农忙的时候都是互相帮忙，家里有事儿啊都能搭把手。这两家离得这么近，再加上这一层关系，在别人的眼中，两家人一直都是感情深厚。而让这种关系彻底破裂，也是很多事情累积而成的。那有一种说法是承包村里稻米加工厂的事儿，这两家人都要承包啊，最终达成的是王家先承包1年，第2年再由张家来承包。结果头1年赚钱了，这个承包的资格的那个王家也不打算撒手了。那这种利益上的冲突让两家关系迅速降温，然后王家人就总感觉这张家和别人聊天啊，好像有意无意的拿别的事儿啊来影射自己。那很快两家的女主人最先爆发冲突。1996年6月，两人在家门前的路上展开激烈的骂仗。那从这开始啊，两家人算彻底撕破脸，互相看不爽对方。可他们完全不会想到，这僵化的邻里关系竟然会升级到家破人亡的程度。1996年8月底的一天傍晚，王家的二儿子王富军在自家门前乘凉，那王秀平从他身边经过，王富军回忆说，这对方朝自己身上吐口水，第一次没有吐到啊，然后就过去了，他就骂了一句疯婆子。大概10几分钟，那汪秀平返回的时候又吐了一口，这次就吐到他脸上了。这王富军年轻气盛啊，破口大骂，然后上前扇了一大耳光啊，冲突直接就升级。随着两人开始扭打起来，这两家人呢也都冲了出来。王富军的弟弟王正军也参与厮打，这个汪秀平接过女儿手里的一根扁铁，打在了王正军的额头，然后就听到兄弟俩的父亲王自新大喊，就把他往死里打，打死了老子给抵命。小儿子王正军从路边的柴火垛里抽出一根木棒，直接打在汪秀平头上，一声闷响，应声倒地。但兄弟俩都没在意，就感觉平时这人撒泼成性，不知道是不是又是装的。这两人又上去用膝盖顶住，那发现汪秀平整个失去抵抗能力，神志恍惚才起身。那张福如搀扶妻子的过程中，几次倒地不起，口吐鲜血。当年13岁的张扣扣就一直抱着母亲大哭不止啊！在孩子凄厉的哀嚎声中，两家冲突的消息立即在村里传开。那王家说两边都有人受伤，就各自去医疗。那汪秀平因为失去意识被送到乡医院，结果到了医院，医生说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啊，这人已经没了。然后村里人又把遗体从医院给运回了家里。那村干部一看呢，出人命，事儿闹大了，就赶紧报警。那王家父子3人还在家里，不知道是出了人命啊。直到警方赶到之后，把他们带走调查。1夜过去，通过调查取证啊，警方认定是最小的儿子王正军打的。王自新和二儿子王富军就被放回家了。这汪秀平死后呢，遗体就摆在家里，很快法医就来验尸。因为那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场所，所以验尸现场就在室外张家门前的路上。这好多人都过来围观，其中也包括年仅13岁的张扣扣，亲眼目睹了遗体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开颅验尸的过程。这很多大人没见过的都会引起生理不适。那张扣扣全程在旁，表情冷静镇定，没有哭。那之后就是下葬摆酒席。那张扣扣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1996年12月，案件在正县法院审理。那法院鉴于王正军犯罪时尚未满18周岁，且能坦白认罪，愿积极赔偿，加之被害人也有一定过错责任，所以从轻处罚。那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成立，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对于民事赔偿部分，这个原告代理人当庭提出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那法院认为，鉴于被告人王正军是在校学生又未成年，且家庭经济困难，所以只能酌情予以赔偿。最终判决王家支付死者共9639块3毛钱，这个除去张家之前已经花费的8139块3，最终到手里只有1500元的赔偿。这死者家属认为判决很不公道感觉这里有问题。这庭审中出庭作证的几个证人都是和王家人关系很近所以就偏向被告一方。证言呢也都是对他们有利。那王家大儿子王孝军还在乡政府工作，是个干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很多证人所说的都不真实。那判决书上也都是按照王家人的说法来的，明明是3个人同时围殴，可最终却仅有未成年的老三一人知罪。还有个最关键、最核心的地方存在争议，就是近些年张扣扣父亲和姐姐接受采访，突然又说当年打死人的是王家老二王富军，因为老三不满18岁就被安排去顶罪的。这个孩子
他和老二拿着一根棍子从后面咵压到头上了。当时在哪儿打的？拿棍子？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大概就这个位置，就是对的。当时您看到的是老二打？哎，老二打的。老二打完之后呢？打完走了。判个最小的，最小的因为啥？不够18岁。对此，王富军说，确实是弟弟王正军打的人，判决书上写的也很清楚。不知道张家人面对媒体为什么突然改口，或许就是为了把自己给牵扯进来啊，抹黑他们一家人。那大哥王孝军当年才25岁，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家里的条件在那摆着呢，没有什么势力可言。那判决已经下来了，张福如虽然说他实在想不通，可是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并未提起上诉。判决就此发生法律效力尽管后期张福如还想上诉，还找人写状子，但这个事件呢已经尘埃落定。那关于这个判决，后期央视的栏目也找到了相关的法律专家，看过了96年的相关判决书从对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角度说，当年判刑7年加民事赔偿是法律规定范围内允许的。那这起案件适用的是1979年的刑法，根据当时的刑法规定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量刑标准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如果未成年人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量刑上是可以从轻甚至减轻处罚的。那对于案件附带民事赔偿部分的判决呢，这个法律在赔偿数额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都是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做出判决。事发的年代之所以判的比较轻，那原因就是当事人普遍经济状况都比较差，县城和乡镇平均工资大概是200元到300元每月这样，一般农民家庭情况只会更差即便判的多了实际上也赔偿不起，所以出现这样的判决。可是面对感到不公的结果，张家人却没利用自己的权利去申诉，就出现了心有不甘却无法改变的局面。那不久之后，两家人又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从此互不往来。这一桩命案呢，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王平村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在一个孩子的心里，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破土而出。那之后的张扣扣正常学习、正常生活，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家中变得沉默了。他也和别人透露过复仇的念头，感觉有一口气咽不下去，但亲人和朋友听着就感觉是很幼稚的想法而已。自母亲死后呢，张扣扣只去过坟前一次，纸钱点着以后就哭了，那之后就没有再去上过坟。2001年初中毕业的张扣扣通过征兵入伍去了新疆，军营生活每天各种训练强度很大。有一次班长问这些新兵为什么要来当兵，张扣扣就说要锻炼身体，给妈妈报仇。那这个想法很危险，于是情况就被向上逐级反映，还专门安排人给他做了思想工作。2003年，张扣扣退伍回到老家，开始去广东打工维持生计。没有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工作很不顺利，还被骗到过传销窝点。虽然生活不易，但是仍然表现出很开朗的性格，很健谈。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放假时回到家里就坐在房间里看电视，很少出门。2005年还交到了女朋友，也变得更上进了。经过一家人的努力，张家在2007年盖了一层新的砖房，后来又加盖了2层。那张扣扣出了2万块钱，掏空家底盖的这个房子，在王平村那算是好的了。那打算把2层呢作为张扣扣以后的婚房可也在这年，张扣扣和女朋友分手了。那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他选择了退出自己经济条件太差，感觉这辈子可能不会结婚了，而且放不下内心的仇恨，总能想起母亲。在2017年上半年，35岁的张扣扣出国去了斐济务工，但因为工作条件太差，同年8月就回家了，没有再出去工作，计划春节之后再做打算。这让父亲十分高兴，因为这些年来父子俩很少能这么长时间在一起。在这期间呢，张扣扣正常生活起居，见朋友见亲戚，在家看电视，出门散步，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再看另一边，王家兄弟这个当年事发后呢，王自新和妻子还是住在家里。大儿子王孝军后来也是提拔为正科级干部，因为没直接参与当时的事件他回家就多一些。当事人二儿子王富军就很少再回村里，一直住校，
毕业后就在外打工。被判刑的三儿子王正军在少管所服刑，因为表现良好，服刑4年，剩下3年监外执行。当然呢，监外执行也没有回到王平村。出狱后的王正军一直在西安边打工边自学，后来考上了大专，毕业了就在西安谋生。据亲戚们回忆这王家3兄弟的经济状况都不怎么好，都和别人借过钱。王正军说自己在外开公司，然后到处找人贷款，身上背着几十万的账。这么多年，父亲王自新居住的还是那个没有院墙的老土房。那他们就算回老家，也是看一下父母，马上就走。感觉毕竟张家丢了一条命，也确实害怕被报复，或者是闹出其他的事情，基本是不在村里过夜。就算在路上遇到张家人，都是各走各的不抬眼皮，更互不打招呼。20多年，两家人就这样形同陌路。那王富军说，他有时过年回老家，那站在院子里的时候，总能看到张扣扣站在他家楼上观察他们，这心里多少沾点忐忑。他们兄弟曾多次劝父母搬走，那个地方就别住了，但父亲没有同意。想这个事儿已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了，这老三也被判了7年，还按照判决赔偿，应该是问题不大了。那时间也过去了这么久有些事情应该可以慢慢淡忘。在过去这么多年里，王正军春节是很少回家，几乎没有去上过坟。而2017年这个春节就比较特殊，王正军在腊月21就回到王平村，还一直住在这里。待的时间确实有点长。这王富军还提醒过弟弟说差不多就行了，没什么事儿就走吧。那王正军说年30这天就坐大哥王孝俊的车一起走。这一住就是10天，是当年事发之后在老家住最久的一次。为了准备过年呢，一家人还杀了一口猪，很热闹。这张扣扣一直压抑仇恨这么多年，没人知道他是早已谋划了春节作案，还是王正军的身影一直出现在村里，把他彻底激怒。事发前还是有些征兆但外人察觉不到。那张扣扣在银行取了4万块钱交给父亲，说这4万块钱拿去买种子、化肥、农药。后来知道这些也是张扣扣工作这么多年所有的积蓄。先后又购买和准备了帽子、口罩、单刃刀、汽油瓶等工具，伺机展开报复。2018年2月15号当天，父亲一早就出门去山里祭祖上坟。那当时张扣扣正在家里洗衣服，所以就没有跟着去。父亲出门的时候，张扣扣还特地叮嘱早点回来吃饭。没人知道他正在准备实施一个震惊全国的凶案。那张扣扣在自家楼上观察，发现王自新、王孝军、王正军和亲戚也正准备上坟祭祖。随后他戴上帽子、口罩，拿上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刀，在王孝军、王正军上坟返回途中将2人刺死，而后又持刀来到了王自新家里，将坐在门口的王自新刺死，放火焚烧了被害人王孝军的轿车，然后逃离现场。那其中还有一些细节，他也是看到了王家人其他女性，但只告诉对方你是个女的我今天不杀你。作案之后呢，走到村外，把行凶的那把刀扔进一个水坑，在河边的草丛中躲了一晚。醒来后漫无目的走了半天，考虑跑也是跑不掉，长痛不如短痛，决定去自首。他也一再强调动机就是报仇，不存在什么对社会不满自己的精神也没有问题。如果母亲不死，自己的人生也不会发生改变。2019年1月8日，张扣扣案在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辩护律师也是从犯罪心理学的这个角度表达意见，说张扣扣有非常悲惨的童年，母亲在他怀里断气，眼睁睁看着尸体解剖，对他心理造成很大的创伤。希望法院呢也要着重考虑到这一点。那法院一审宣判张扣扣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判决，提出上诉。4月11日，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2019年7月17日，张扣扣被执行死刑。那案件发生之后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那有人说张扣扣是为母报仇可以体谅；也有人说这是由于当年案件审判不公引起的。那再加上张福如突然改口说真凶是老二王富军，这更增添了暗箱操作和快意恩仇的色彩。那当年判决认定的事实本身是否像他们所说的存在错误？那老三王正军是否只是个顶包的工具人呢？虽然已经无法再去追溯，但从很多事情上可以有个判断。首先，当年的口供和庭审，张家人从来没有提过这茬。那判决结束后多年，2001年，张福如找人写过一个状子，准备上诉诉求是赔偿25万，判处王正军死刑。这时候材料上还指明凶手是王正军。
那张福如后来解释说，是写状子的人写错了名字，自己没文化就没发现。那这个部分是每日人物采访他的时候发现的。那网上采访的整版文字内容都可以搜得到。而且张扣扣被捕以后呢，审讯和庭审中都没有说过顶包的事情。可张福如和女儿面对央视媒体采访说有黑幕这瞬间就引发了很强的舆论效果这是什么情况？我无法给出结论因为看到很多人做张扣扣的案件，在忽略了这些重要内容的前提下，就直接笃定杀人凶手就是王富军。这种黑料呢，也确实很利于传播吧。那得知张扣扣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受害者家庭唯一幸存者王富军表示这个张扣扣被执行死刑，在心里一点也不觉得高兴他的死换不回逝去的3个亲人的命，这件事上没有赢家，只有深深的悲哀和警醒。弗洛伊德说过，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悲惨的童年经历，长大后再成功美满，心里都会有个洞，充斥着怀疑、不满足、没有安全感。那张扣扣不应该用简单的好与坏去定义，他只是个心疼母亲到无法自拔的孩子，是个被迫没有办法过好一生的普通人。生活和命运让他做出了不同于常人的选择，没有感同身受，也没有资格去评判值与不值，但他确实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就像他的微信签名说的：“人生如棋，落子无悔。”那这个事情就是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出现的冲突，那现实和法理之间的平衡点出现了模糊的区域，或许需要更多的法治细节让这个区域变得更清晰。法律之内也应该有天理人情在。希望张扣扣的悲剧不再重演。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不要来点赞，这是大吉，有谢你了。拜拜。